降压药饭前吃还是饭后吃？再三提醒，不懂这3点知识或等于白吃。邻居王爷爷今年63岁，一直患有高血压病，因为没有子女在家提醒他如何吃药，所以他至今还不明白降压药到底要如何去吃。所以他每天经常糊里糊涂的，一会儿饭前吃药，一会儿饭后吃药。王爷爷的情况其实是多数老人的情况，很多人其实并不明白高血压药到底要选择在什么时间段吃。现在就给大家说一些关于吃高血压药需要注意的知识点。一、降血压药到底饭前吃还是饭后吃？根据患者血压情况，结合自身状况选择。目前，我国有很多高血压患者，虽然高血压患者偏多，但是多数人是不懂得如何去吃高血压药物的。首先是因为高血压患者多是一些年龄偏高一些的中老年人，他们对于高血压的了解偏少。如果他们进行体检的时候，发现自己血压偏高，就会回家去药店购买一些高血压药物吃，美名其曰是为了节省钱。而且都是高血压患者在初期的时候，并不了解高血压它的严重性。很多人会选择在头痛、头晕不舒服的时候吃高血压药，一旦身体没有不适症状，他们就会选择不吃药。时间久了，就会让他们的血压极度不稳定，很容易对血管造成伤害。因此，患者一旦发现自己患有高血压病，一定要及时去医院检查，听从医嘱如何治疗。多数高血压患者，他们吃药的时间有很大区别。有些患者认为饭前吃好，有些人认为饭后吃更好。之所以出现这两样的说法，是因为有些人他们认为饭前吃更有益于胃部吸收药物，而有些人认为他们的胃部本来就很脆弱，药物对自己的胃部有刺激，时间久了对身体的伤害也挺大的。有些人体质较弱，他们不能吃一些对肠胃刺激比较大的高血压药物。有些人身体强壮，他们可以接受的了，吃一些为肠胃刺激的高血压药物。所以需要针对患者自身的健康状况，让他们进行选择吃药的时间段。对肠胃有刺激性的血压药需要饭后吃。降压药有大部分分为对肠胃有刺激和对肠胃没有刺激的。对于一些肠胃比较刺激的高血压患者来说，他们在服用对肠胃有刺激性的血压药，如利尿剂。如果是有胃病的血压患者，是不适合服用这些刺激的高血压药物的，因为血压药物需要长期服用来控制血压，时间久了会对胃部造成更大的损害。无刺激的血压药物饭前饭后吃都行。有些降压药物对肠胃没有刺激，对于这样的降压药，高血压患者可以自由支配吃药的时间，不管是饭前吃药还是饭后吃药，对肠胃都没有特别大的伤害。所以说也不用特别在意吃药的时间点是在饭前还是饭后。这3点血压知识一定要了解。不坚持吃血压药等于白吃。很多高血压患者，他们对血压的了解不够多，或者是意识不到血压的危害性。多数高血压患者，他们吃药都是看心情或者是身体出现不适，才开始吃血压药。这样的做法是非常危险的，因为我们人体全身都有血液流过。尤其是大脑和心脏这些比较重要的器官，他们都需要通过血液的血压来维持稳定。如果高血压患者他们随意吃药或者是间断性的吃药，会让他们的血管收缩性出现问题，长期下来会让他们的血管内部调节出现问题，导致脑充血，对脑和心脏损害非常大。因此高血压患者需要坚持吃药，保重他们的血压平衡。吃血压药不能喝酒吃烟，否则白吃。多数高血压患者年龄偏大，他们都有一些坏习惯。比如说这些高血压患者特别喜欢喝酒吃烟，而高血压患者，他们喝酒的过程中会导致血压持续上升。如果不加以控制，很容易出现脑出血。尤其是很多高血压患者，他们的酒量不好，喝酒多非常容易醉，如果他们跌倒，后果不堪设想。而且高血压患者长期吸烟的话，对他们的肺部也有伤害。本来高血压就非常难控制，如果他们再增添一些危险的因素，就会让疾病变得不可控制。吃血压药需要控制饮食。高血压患者在吃高血压药的同时，要注意对饮食的控制，因为高血压药只是辅助降血压，它并不能从根部降低血压。
所以真正的高血压患者需要通过控制的饮食达到降低血压的情况。多数高血压患者是肥胖人，因为肥胖本身就会诱导高血压，所以高血压患者一定要注意饮食，尤其是那些喜欢吃重盐重油的。现在大家都喜欢赶夜市，所以多数人喜欢在晚上的时候去吃烧烤。烧烤虽然吃起来好吃，但是它放的盐很重，而且放了非常多的油，吃起来很容易让人变胖。而且烧烤吃的东西都不是特别干净，对人体健康有伤害。3. 高血压患者需要注意这些方面。很多高血压患者，他们的睡眠状况并不好，尤其是很多人喜欢熬夜。熬夜。其实熬夜也是高血压的凶手之一，很多熬夜的人第二天起来头昏脑胀，是因为他们的血压升高了。是以高血压患者需要保证足够的睡眠时间，让大脑和身体得到足够的休息。而且夜晚作为我们人体修复机体的宝贵时间，你如果长期熬夜，就会让我们机体自我修复出现问题，这样一来更加不利于控制血压，可能会导致其他问题的出现。高血压患者他们并不理解饮食和高血压之间的关系是非常密切的，这是因为如果饮食不当，很容易引起肥胖，而肥胖也是血压诱导因素之一。所以说合理饮食是非常重要的。但生活中很多高血压患者又不清楚如何合理饮食。2. 合理饮食。合理饮食需要做到营养搭配，定时定量。对于那些喜欢吃油腻的重盐口味的高血压患者来说，这样的饮食习惯是不好的。他们需要特别注意自己一日三餐的饮食状况。早餐需要吃的营养又清淡，建议早晨吃一些鸡蛋，喝点牛奶，补充蛋白质和钙。中午的时候吃的营养清淡，可以多吃蔬菜，水果做的肉质也要清淡一些，不要放过多的油。晚上的时候需要少吃，晚上的时候可以吃一些蔬菜，减少肉类，多吃一些品种多的蔬菜，摄入足量的膳食纤维和维生素。3. 定期测量血压。多数高血压患者，他们都不把自己的血压当回事。首先是高血压患者意识不到高血压的严重性，不明白高血压可以引起多种疾病。所以对于那些有高血压的患者，家属应该为他们购买一些测量血压的仪器，教会他们如何测量血压，让他们每天都能够了解自己的血压状况，根据血压的情况进行合理饮食或者是其他治疗，这样有利于血压的控制。而且这样定期检测血压状况更有益于患者或者家属针对血压状况确定饮食是否合理，生活是否规律。4. 坚持运动。高血压患者一般肥胖的偏多，他们对于自身的体重管理不严格，导致很多高血压患者有血脂问题。因此高血压并且同时伴有肥胖的话，需要坚持运动。如果年龄变大的高血压患者，他们对于运动没有头绪，建议他们先采用一些运动幅度比较小的运动，比如说太极拳、慢走、八段锦等，这些运动都有利于帮助高血压患者减肥，促进他们全身血液的流通。5. 高血压药必须坚持吃。很多高血压患者，他们都有一个毛病，就是不坚持吃药。高血压药物需要坚持吃，才能够更好的控制血压。一旦高血压患者不吃药，他们的血压很容易反弹，时间久了会让血压内部自主调节能力变差。6. 参加高血压健康教育讲座。很多社区都有关于如何控制高血压的健康讲座。对于那些患有高血压患者的高龄人群来说，参加这个讲座可以让他们认识到什么是高血压，学习如何控制高血压，如何正确服用高血压药物等，提高高血压患者的健康素养。很多高血压患者，他们并不是不想要了解如何管控血压，是因为他们多数是一些年龄偏大的患者，文化水平都不高，想要让他们更好的管理血压，就需要让他们不断学习，掌握更多的血压管理知识。总结，降血压药物饭前吃还是饭后吃，需要根据高血压患者自身的健康状况和吃的高血压类型是否刺激患者的肠胃。如果服用的高血压药物对胃没有特别大的刺激，不管是饭前吃还是饭后吃都可以。如果高血压患者有胃病并且服用的药物对胃部有刺激，那么建议患者在吃饭后服用药物。高血压患者需要谨记坚持服用药物。
在日常生活中，要通过饮食控制健康管理，经常检测高血压状况，时刻了解高血压的波动范围，